和江燕白结婚的第7年，她的白月光回来了。当红女星在我家门口淋得浑身湿透，哭泣着：燕白哥哥，我和他吵架，没有地方去了。向来温文尔雅的丈夫第一次摔了杯子，我这就去找他算账。就连我7岁的儿子都扔下手中的玩具冲过去：姐姐别哭，我长大了娶你。他们争先恐后逗他开心时，我正被一场大雨困在超市门口，电话怎么打不通。一辆出租车停在我眼前，美女走不走？我看着手边拎着的食材，手机里还剩下的500块，问道：500块能够做到哪里呀？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500块都能直接出省了。司机转过来看向我：你这是要去清市？我点点头，其实去哪都行。司机上下扫了几眼我，一身长服，手里拿着一大袋东西，上面拿着，露出里面3盒雪糕。清市的话300多就够了，还有没有别的行李呢？我下去帮你搬一下吧。我立即出声打断他的动作：没有了，我就这点东西，赶紧走吧。司机也没有多问。我上车之后很快就开了，去到清市还要5个小时呢。坐好哈。我嗯了一声，而后看着手中的袋子，冰冷的雪糕隔着袋子贴着我的小腿，冷得我一激灵，好像有点草率了。从昨晚开始，儿子江月闹着要吃某巢的巧克力雪糕。今天出门前，我的丈夫也叮嘱过我，正好阿然也想吃，我陪他吃一份。你也别落单了，就当作是陪月月，买4份回来吧。等我匆匆忙忙赶到超市时，老板告诉我只剩下3盒雪糕，偏偏剩了3份，4个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分，不如直接逃掉好了。咕噜，想着想着，肚子发出抗议的声音。我将唯一能吃的雪糕拿出来，挖了一勺。空腹不能吃雪糕，你又忘记了？我的眼前里忽然冒出江燕白，她低头看向我，无奈的叹息，手一抖，雪糕差点掉在地上。我突然赌气，猛地挖了一大勺塞嘴里。你这是和老公闹别扭，要回娘家？司机透过后视镜看向我，开始找话题。江燕白性格温和，结婚7年，我和他就相敬如宾7年。我摇摇头，不是闹别扭，是要离婚。司机忍不住好奇，怎么回事呀？该不会在外面有人了吧？我愣住了，怎么回事？我后知后觉地开始想，因为半月前江燕白给他充当机场保镖，因为月月前天送给他一串亲手做的手链，还是今天让我为难的3盒雪糕，都不是。我看向窗外不断飞逝的夜景，思绪骤然回笼。因为一碗面，今天早上的面忽然好咸，咸得我觉得这样的生活好没意思。司机惊讶了，就这？我点点头，就这。1个星期前，我家门铃在雨夜响起，林雨然浑身湿透，像朵被雨水打蔫的白玫瑰。燕白，我真的无处可去了。江燕白那夜在医院值班，在急症室忙着照顾病人。最近天气恶劣，路上出车祸的病人有点多，他忙得连我送去的饭都没吃。如今他稍稍空闲了些，才带着反复烧了3天的我看病。我打着吊针坐在他旁边，有护士进来挪浴。哎呦，有江医生在，嫂子也会生病呢。江燕白在我旁边写着病历表，无奈笑笑。前几天孩子贪玩，拉着他在外面玩水才发烧的。专属月月的手机铃声急促地响起，江燕白刚接起，小炮仗一样的声音冲了出来：爸爸，我们家来了一个漂亮姐姐，说来找你。她说她叫林雨然。听见这个名字，江燕白握着钢笔的手一顿，墨水立即在本子上晕染出一片。
月月还在不停地催促着，她几乎跳了起来往外冲，留我一个人在诊室和护士队着眼，留也不是，走也不是。不到一会，江燕白手里抱着伞，急匆匆朝我跑来，不是想到我在这尴尬，而是想到家里的钥匙在我身上。对不起，阿宁，我着急起来忘了。他喘着气，却没忘记给他拿一把伞，替他遮风挡雨。对林雨然好，已经是他的习惯。对不起，燕白。林雨然拿着他递来的毛巾，擦拭着头发。我和叶川晓吵架，如果没有你，我都不知道能去哪。还好来我这了。怀孕3个月，还在外面乱跑，一点不知道好好照顾自己。向来温声细语的江燕白，第一次语气都重了。叶川晓也真是的，我要说说他去。月月蹦蹦跳跳的围在林雨然身边，眼睛亮亮的。姐姐你好漂亮，闻起来也香香的。林雨然摸摸月月的头，眉眼弯弯，长得和燕白真像。以后有2个燕白哥哥陪我了。月月听完更高兴了。那我长大后要娶漂亮姐姐，对你好一辈子。林雨然扑哧一笑，看向江燕白，你看你儿子审美和你一样呢。江燕白笑着没有回应，而后慢慢晃悠到我身边。她身体不好，又怀着孕，最近饮食要清淡，但也不能没了营养，鸡蛋和肉都在给足了。我闷闷地嗯了一声，心底泛着酸。那我准备多少天的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也是做过母亲的，就不能体谅一下她吗？我瘪嘴，更委屈了。我的烧还没好呢。江燕白叹了一口气，将我揽在怀里，轻声道：你先做饭，改天我就去和叶川晓理论，将阿然送回去好不好？见我还是不高兴，他亲了亲我的脸颊。过几天就是你生日了。月月买了些做手工的材料，做好后要在生日上给你呢。我转头看了一眼月月，嘴角忍不住上扬。那可是他的零花钱爱，平常都要想尽办法问我多要呢。零花钱而已，哪有亲妈的生日重要呀？不过你别问是什么，我答应要保密的。我弯弯眼，不问，毕竟我都看到了。那天月月房间门没有关好，我路过看见她坐在地板上，手边认认真真的串着呢。叶川晓接了电影的通告，要闭关拍戏1个月，在此期间没有特别重要的大事都不准联系她，就连林雨然怀孕都算不上大事。阿宁，你再忍耐一下好不好？我嗯了一声，也只能这样了，不知是不是太多心。我隐隐约约觉得林雨然不喜欢我，虽然他会甜甜地喊我姐姐，会在我做饭时替我打下手，甚至在我做完之后眼睛发亮，第一个夸赞我嫂子做饭好好吃，怪不得燕白和月月这么喜欢你呢。江燕白和月月听完都觉得他在真心实意地夸我，可平常最爱吃我做的饭的月月第一次摔了碗筷。我不想吃妈妈的饭，我要吃披萨。看着满地的碎片，我开口训斥：你还要长身体，怎么能挑食？是谁教你摔碗抗议的？月月不觉得自己有错，抬眼死死盯着我，满眼写着要和我犟到底。林雨然走来揽住月月的肩膀，轻声说：嫂子你也别这么凶嘛，孩子偶尔想吃点别的很正常，满足一下不影响长身体的。月月跟着大声凶我：就是妈妈，你一点都不懂我，为什么你是我妈妈？我要雨然姐姐当我妈妈。我愣在原地，久久没有回神，就连刚从厨房端菜出来的江燕白也顿在原地，而后别过头去。我眨眨眼，落了泪。怀上江月的时候，我孕吐得厉害，整天都是上吐下泻，日渐消瘦，哪怕8个月的身孕都看起来小小的。江燕白心疼我，还没等我生完就去结扎，
说这辈子只有月月这个孩子。此后每次月月都调皮时，他都会严肃地告诉他，不要让妈妈生气，因为你是吸了妈妈身上所有的营养出生的。月月每次都会乖乖靠在我的肚子上，轻声说对不起。第二天就是我生日，我特地做了一桌子江燕白爱吃的饭菜，旁边还放上了月月想吃的披萨。中午天气很好，阳光照进来，整个人都暖融融的。我坐在桌边等他们回来，等着等着，我冷得一哆嗦。睁眼时发现家里都一片漆黑。啪嗒，江燕白开了灯，我看见林雨然牵着月月，手腕上戴着月月做的手链。见满桌的饭菜和我呆愣在原地，江燕白慌慌张张解释是因为他们想出去逛逛，但雨然玩得太开心，他们不忍心扫兴，才忘记回来了。他说他不是故意忘记我的生日，还有那手链也不是真的要送给林雨然的。快把手链给妈妈！月月手牵得更紧，我就是要送给雨然姐姐的，她对我好，妈妈都不让我吃披萨，她坏。江燕川低头训斥月月，让她和我道歉。林雨然温声劝着，说她不要这么凶。三个人一唱一和，倒显得我像个外人了。我低垂着头看向桌边的披萨，毫不犹豫拿起来丢进垃圾桶。哐啷一声，所有人看向我，齐刷刷地愣住了。江燕川小心翼翼开口：“阿宁。”月月傻了眼：“妈妈，那是披萨吗？”我第一次不想搭理他们，又将所有饭菜丢进去，没有胃口吃饭。我回到房间，锁上门，不许他们进来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只给自己做了一碗面，可能是我哭猛了，多放了盐。吃着吃着，我实在受不了，哇的一声全吐了出来，不想吃了。这日子我也不想过了，只收你100邮费了，你一个人看着怪可怜的。司机果断拒绝了我的转账，扬长而去。我站在一间民宿旁边，大声冲着他喊谢谢，心底一暖。我将自己安顿后，好开始在青市找工作。7年的全职生活让我唯一拿手的就是做饭。如今大环境不好，他们见我一个中年女性，就将工资压得很低，连基本生活都难保障。终于有家酒楼的经理上下扫量了我一眼，来试试吧。做好了，工资6000。我眼神一亮，立即套上围裙开干。经理和我今晚有公司包场，做好了，甚至有红包。我被激励得充满干劲，直接干到了晚上10点，气喘吁吁。经理说我对我很满意。我第二天继续去上班的时候，他立即变脸，恶狠狠地将我赶出去。走开走开，我们酒楼因为你被投诉了，我没让你赔钱就不错了。我被推得摔倒在地，恍惚才反应过来，他们白嫖我的劳动呢。我没有证据，只能将委屈打碎往肚子咽，站起来拍拍自己走了。下午的时候，我继续四处跑面试，走到一家初中前，我捕捉到了门口的招牌信息后，去问门口的保安。保安立即将我引去见他们的副校长，他看起来有点凶，只是简单的问了我几句后就说，我们这刚好还缺个厨师，跟着做1日3餐，包吃包住，5险1金都有，但工资只有3000，你能接受吗？犹豫时，他带着我去看了一眼学校门口的宿舍，虽然只是一个厨师，但也有属于自己单人间。我想了想，只问可以养小猫小狗吗？我很喜欢小动物，可江燕白不喜欢，月月更是对动物毛发过敏，她喜欢在家养花，因此我在家里阳台边边都种满了花朵，每天精心养着。但过了好久，我才知道，喜欢在家养花的人是林雨然，讨厌小动物的也是林雨然。副校长犹豫了一下说，只能养小猫，小狗不行。我点头表示明白，那就好。
副校长干脆利落地和我签了合同，将钥匙塞给我后就离开了。安顿下来后，我联系唯一的好友顾言，拜托他能不能先帮我做一份离婚协议送到江艳白面前。刚发完，顾言的电话就打了过来。哎呦，阿宁，你知不知道江艳白找你都找疯了？话音一转，他继续说到底怎么回事？因为没有话费的原因，我和他说了一声道歉，顺带将这些天发生的事情简单的告诉他。他听完之后顿了一瞬，气的声音更大。这么过分？我心一跳，没想到你平时看起来呆呆的，这么胆大。没事，你在那边好好的，我帮你解决这个渣男。有困难记得和我说，知道吗？别老是一个人强撑着。这次我就先原谅你了。我眼眶一热，听着他的嘱咐，连连嗯了几声。第二天去上班的时候，同事凑过来和我说件事，干活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个寸头。校服脏兮兮的男孩，我们都叫他小武。他怎么了？他呀，娘跑了，只剩下一个爱赌博的爹也死了，整天就知道窜进饭堂来偷东西吃。同事还说，而且没人愿意和他玩，因为他看起来瘦瘦小小的，打人特别狠，别人只是看了他一眼，他就立即冲上去薅人家头发，一声不吭的一拳一拳砸过去。本来吧，大家也不想招惹他的，随便让他偷点好了。可饭堂负责人看见后却生气了，发觉他们不管小偷后，当即每个人都罚了200块，因此大家都恨死他，见到他就打，偏偏没有一次打得着。阿武像只小老鼠一样，呲溜一下不见踪影，食物还被他顺走了。原来如此啊！我点点头。其实接连好几天我都没见过他，直到我捡回来的流浪猫到点没有回宿舍，我慌得立即出去找，就看见一个寸头男孩蹲在原地，手边提溜着我的小猫，看样子是阿武了。小猫嗷嗷乱叫，在空中疯狂瞪着，该不会饿得要吃我的小猫吧？我吓得立即冲过去，将他手中的小猫抢过来。阿武是个单眼皮，眼神瞥过来时看起来很凶，手中一空后丢下一句他腿伤了后飞快地走掉了。看见眼前人消失后，我才反应将来将小猫翻过来检查，果然他的腿在不停地颤抖着，上面胡乱裹着几圈有些脏的布料，看起来是从衣服上撕下来的。我愣，忽然觉得阿武或许不是个坏小孩。第二天，我终于在饭堂抓到了来偷饭的阿武，他口中叼着包子，小心翼翼且熟练地准备翻平台溜走。我轻轻地走到他后面，一把抓住他的手。一个包子不够吃吧？下一秒，一个拳头硬生生停在我眼前，带着一股风吹起我额间的碎发。我用一个手包裹住拉下来。要不要再来一杯豆浆？阿武盘腿坐在地上，我给他支起一张小桌子，端来一碗粥放在他面前。他没有吭声，狐疑得看了我几眼后，一副视死如归的表情，捧起粥大口大口吃。我看着他吃得着急，用手轻轻拍着他的背，慢点慢点，还有呢，而且我没有必要毒你这个小孩。他将桌上最后一个包子咽下后，打了一个嗝，声音沙哑：“谢谢，我会想办法赚钱还你的。”我愣在原地，怪不得他不爱说话呢。跟在江艳白身边久了，我知道他这声音是后天形成的。不用了，你以后想吃的话就到那里站着，我去给你拿。他点点头，刚想开口说什么时，视野落在我身后。我跟着转头，看见拿着扫把冲过来的同事，再转过来，阿武已经不见了。同事气得大喊：“有本事你一辈子都别让我抓到！”随后他低垂着头看向桌子：“阿宁，你可别对他心软，
像那样人家出来的小孩都是白眼狼，我不觉得他是坏小孩。一个会救助动物，没有真正朝我挥拳头的孩子，能坏到哪里去呢？可第二天，同事匆匆忙忙告诉我，我宿舍的玻璃窗坏了。我立即放下，冲回去就看见好多人围在我的宿舍前，阿武就站在中间，他低垂着眼，手上挂着点点血迹，默默接受着周围所有人对他的责怪。阿宁，我就说他是白眼狼吧，你对他这么好，他倒是好，砸了你的窗，趁你不在要偷东西，幸好大家都看见了。我将所有人拨开，站在阿武面前，抬头，阿武丧着脸抬起头，双眼无神地看向我。我轻声开口，你说是不是你干的？阿武瞪大眼神，一瞬后垂下眼，干巴巴道，不是我干的。好，我点点头，转过去看向各位校领导，你们也听见了，我希望各位老师能够先看监控，再来给阿武定罪。查了监控后，所有人都看见是其他学生砸窗，想要进我的房间里，是阿武出现将他们赶跑了。或许是担心这么大个破窗会吸引别的坏人，他直接站在一边守着。可这些老师没有一个人愿意先看监控，见到阿武就直接给他定罪。我站在阿武面前，真相大白了，给我家孩子道歉。几个老师脸色尴尬，一一道歉。校领导将真正闹事的几个学生抓起来通报批评，修好我的窗户，又给了我一笔钱当作精神损失费。我谢过校领导们，拉着阿武回去。晚上，我热了一碗面放在他面前，他的肚子咕噜咕噜地叫着，低垂着头，迟迟不肯动手。你不骂我两句？我将筷子塞进他手里，有什么好骂的？我还得谢谢你呢。以后遇到事情要开口说出来，别什么都硬抗。阿武没有说话，一边吸溜着面，一边吸鼻涕。我拿出纸巾，抓起他的下巴，替他擦擦眼泪，笑着看他，眼泪泡面可咸，不好吃的。转眼已经是周末，学生们都放假回家了。阿武带着小猫出门溜完回来后，又替我打扫房间。我穿好衣服，将一顶帽子戴他头上。走吧。去哪里？我带着他出门，锁上后说，去医院。阿武的嗓子后天损坏，还有机会恢复。如果你的嗓子一直不管的话，到时候可是会变成哑巴，别人都会欺负你。怕什么？我打架很厉害的。我敲敲他的脑门，也不能一直打架啊。你到时候哑了，又想几天前那样被冤枉，我不在你身边的话，谁替你伸冤？阿武想要伸手抓着我的衣袖，最后还是收回去了。知道了。走到楼下，我拿出防晒霜给他涂抹上脸，这么白可别晒黑了。却听见身后呼唤我，声音颤抖着，带着不可置信的狂喜。阿宁。我转过身，看见江艳白牵着月月逆着光朝我冲来，站在我身前。真的是你？看来照顾孕妇真的很辛苦。短短几天，她消瘦了许多。她直勾勾盯着我，眼眶泛红。我好想你。月月挣脱开她的手，扑到我怀里，还没碰到我就被阿武甩了出去。我被他挡在后面，听见他恶狠狠道，你们是谁？江艳白骤然回神，看着阿武穿着后松了一口气。我抓着包包上的袋子问，你们来干什么？顾言这几天和我说了进度，告诉江艳白我没有失踪，已经签了离婚协议，我在线上也签了。按理来说，我们只需要走司法程序就可以结束这段婚姻。顾言处理得快，也没有和我说别的，我自然不会自作多情地认为他后悔了。想了想，我又说，是刚好带着林雨然来这里玩吗？不过我也才来几天，不了解这里，不怪我太小心。从前和江艳白在一起时，
我也自作多情过，我以为和江燕白算是一见钟情，才会在我被困在大雨里的时候停下来说可以带我回家。我以为他性格温和，7年前他喝多了会在江边哭得厉害，问我愿不愿意嫁给他，并不知道那天林雨然就在我身后，他想在的人从来不是我，并不知道他喝醉那天林雨然和叶川晓结婚了，他赌气娶我，要让林雨然也生气。我以为的相敬如宾，本来就是一场笑话。见我说别的，江燕白连连摇头，不，他没有来，我是来找你的，跟我回家复婚，我们以后好好过日子。专门来找我，我想想，觉得自己不能再自作多情了，摇摇头，不，我不会回去的。我总不能回去还要看你一次又一次抛下我去找林雨然。我发誓，我以后不会再找他了，从此我的世界只有你和月月。真的。江燕白着急开口，我和他开始于一场大雨，结束在一场大雨。或许当初老天都在告诉我，这场婚姻就是一场连绵不断的雨，湿漉漉的，压得人难过郁闷。可我走出来后，天天都是艳阳天，这样的好天气是我从前极少能看到的。见我没有说话，江燕白走上前，想要拉住我的手，我后退躲过，他一副要哭的模样看向我。阿宁，我受不了没你的日子。当天晚上我迟迟没有回去的时候，他就曾慌慌张张带着伞开车出来接我。可到了超市门口时，老板说我早就离开了，不知去向。他问，是自愿上车的吗？老板点点头，是啊。我听见那位美女问500块走不走，都能直接出省了。江燕白了解之后，立即算500块能去哪？他去了离青市更远的苏州，还没开始找，又收到了来自顾言的电话，别找了，宁宁和我说她要和你离婚，你回来签一下离婚协议。江燕白还没来得及回复，就被挂断电话，又心急火燎地赶回去以后能见到我。可到了顾言约定的地方后，他只看见顾言带着一位律师坐在自己的对面，看着手中的离婚协议，他急切地问，宁宁呢？顾言只说他不想见你，赶紧签了，以后不许烦他。他将离婚协议往前一甩，坚定地说他要见到我才签。可顾言哪里会如他所愿，抬抬头，不知道从哪冒出的保镖，人高马大的，硬是逼着他签下字。行了，等着离婚证送到你家吧，不见。顾言笑着开怀，带着离婚协议书离开。江燕白捂着肚子，依旧想着要见我。第二天，他得了医院，说要去青市出差1天，算算打车钱，他觉得这里能找到我。当机立断，他带着一直朝着要见我的月月，立即冲来了青市。完成工作的时候，他在外面一直打听我的去向。你人心地纯善，又已经脱离社会这么久，我担心你会被人欺负，整夜都睡不着。原来要我走了，他才会发觉自己离不了我。我不会再相信他了。燕白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要离开吗？是因为我和月月做了让你不开心的事。因为阿然，对不对？不太对。我摇摇头。那天雨下得很大，别人一个电话都可以叫到人接自己回家，只有我的电话打不通。其实我觉得没什么，毕竟这么多年都这样。可那场雨真的好大，完全没有要停下来的预兆。我一直站在门口，身后是老板和妻子窝在一起吃饭看电视的声音。我不想走进去，但在外面也站不住了。我忽然发现，或许我连基本的幸福都没有拥有过。原来你不爱我。来到青市也有好几天了，我每天都辗转难眠，哭湿枕头。幸好白天有小猫，有阿武，还有我很充实的工作，我的心情一天比一天好。
比以往的7年都要好。我很确定，其实我也渐渐不喜欢你，不愿意和你在一起了。那天那碗咸得发苦的面，我也不会再吃到了。月月忽然大哭，眼泪汪汪地看向我。那我呢？妈妈，你连我都不要了吗？阿武没有再拦着，只是暴毙站在一边。见我没有反应，他一屁股躺在地上打滚。妈妈，你要是不理我，我就不起来。我滚到马路中间去。阿武站在路边，用脚挡住月月的去向，语气很凶。你除了撒泼为难宁宁阿姨，还会什么？月月被吓得一哆嗦，一时之间停止了哭声。江燕白为难得看向我，你看月月都这样了，要不你跟我们回去好不好？不好。我走过去牵起阿武的手，看见公交来时，果断上了车。江燕白立即抱起还在地上的月月，想要赶在车门关闭前上来。阿武站在门边，朝着他们大吼：我看你们谁敢上，不许打扰宁宁阿姨。他们被吼得顿在原地，羞愧不已。等公交车彻底关上门，他才后知后觉的耳朵燥红，无措地看向我。我刚刚凶了你亲生儿子。我嗯了一声，拍拍我身边的位置，让他过来坐。凶得好，我也不想被他们一直跟着。你不用为此感到负担，对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我一定站在你这边。不过前提是不违法。我说的时间越长，阿武的脸也越红，他有些不自然地开口：知道了。医院检查了一番他的嗓子后，医生说只是喉部长了一个小肿瘤，不严重的，做个小手术。听到这里，阿武吓得捂住脖子。我摸摸他的头安慰他，看了我一眼，像是下定某种决心。好，我会想办法筹钱的。他才14岁，能赚钱的地方一定不是什么正规地方。我拍了一下他的头，你现在的年纪是好好学习，而不是赚钱，知道吗？有我呢。好的好的。他难得有些呆，我看得扑哧一笑，而后说：等做好这个手术以后，就可以畅所欲言了。没赶上公交车的江燕川接到医院的电话后，又带着月月匆匆赶回医院上班。等回来的时候，天色很晚。在路上，网上看见那间房子灯光还在亮时，他松了一口气。如今找到人了，他立即申请辞职，打算在这里守着阿宁。可阿宁每天都没有看过他一眼。等着等着，他的房门终于被敲响了。巨大的狂喜涌上心头，他冲过去又停下，克制地开门。看清来人是林雨然后，他冷静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林雨然哽咽，满是委屈。燕白哥哥。江燕白来青市之前，就已经将林雨然送到叶川晓的剧组附近的出租屋住着。林雨然这次会来青市，是被叶川晓的经纪人送来的。因为叶川晓在剧组出轨一个新人小白花，两人甜蜜得很，觉得他十分碍眼。我现在在这里孤苦无依，只认识你，你不要再丢下我好不好？说着说着，他捂着嘴干呕。江燕白没有将注意力放在他身上，而是看向他身后那场大雨，不知道阿宁有没有带伞出门。这么想着，他果断转头回去，拿了一把伞，冲进雨夜里。因此，阿武撑着伞接我下班时，我看见江燕白怀里抱着伞，浑身湿透。阿宁，我顿在原地，你来干什么？大雨滂沱，他看起来有些狼狈，眼睛紧紧盯着我，却亮得吓人。我来给你送伞，这场雨好大，我怕你回不去。不用了，我摇摇头。以后我都会记得带伞的，你不用送了。一瞬间，他眼底的光一下暗淡下去。我轻声说：你也别淋着，小心感冒。他眼底恢复蜥蜴，你还是会关心我的，对不对？我叹了一口气，我谁都会关心啊，
哪怕是门口的保安，我都会说一句记得带伞。谁都一样的。江燕白，你不必放心上。江燕白僵在原地，抱着伞，像是不知所措，眼眶红红的。后来他回去后，生了一场大病，月月记得团团转，哭着求我回去看看他。到底是自己孩子，我做不到真正不管，还是跟着他去看江燕白了。到门口时，我看见林雨然挺着肚子坐在一边流泪。看见我来时，他瞪着我：“你怎么这么狠心，居然让燕白哥哥淋雨？你快回去吧，这里有我照顾他。”我点点头，果断转身离开。江燕白挣扎着爬起来，踉踉跄跄冲过来，从后面将我抱住，滚烫的身躯紧紧贴着我，热得我心惊。我用手拍着他圈在我腰间的手，急道：“你放开我！”江燕白摇摇头，手收得更紧。“你别走好不好？我现在需要你，我只要你陪我。不是我让他来的，是他非要跟过来的。我实在没有力气，才会让他在我这里待着。别误会我。”林雨然呆住了，不可思议地开口：“燕白哥哥，你什么意思？现在连你都不要我了吗？在叶川晓那边，他因为外面的女人不要我。现在你却因为他不要我，你们怎么就喜欢横插在别的家庭里吗？”说完之后，月月猛地推了一下他：“在我爸爸妈妈这里，你才是小三。”林雨然当场愣住了。我和燕白不一样，他说过我是他的白月光，说过会娶我。说着说着，他自己都心虚。江燕白着急和他撇清关系，不过是一句从前的玩笑话。你还是不要当真了。我从前的妻子只有阿宁，以后也是。我一点点掰开他的手：“那是你自己认为，与我无关。如今是你要和林雨然撇清关系，更与我无关。从今往后，你不要来找我了。”我掰完他的手，听见他在哭，月月也在哭。我甩开他们的哭声，在楼下见到站着等我的阿武。“宁宁阿姨。”我笑着摸摸他的头：“晚上想吃什么呀？”他从兜里掏出几张皱巴巴100块：“我有钱，今天我想请你去吃东西。”看来阿武是担心我不开心，想要哄我。我扑哧一笑，摇摇头：“不用啦，我没有不开心，反而很开心呢。”“为什么？”阿武有些不懂。我说：“因为我终于摆脱了一场年连的雨，拥有一大片艳阳天。你以后也是，不要因为有点喜欢这场雨就一直淋着，很难受的。”阿武似懂非懂得点点头。我没指望他现在多明白，只要他好好读书就行。后来阿武在学校乖了许多，学习很不错，渐渐名列前茅。到了初二，我尝试着带他去参赛，他果然很不错，拿到不少奖项。后来到了初三，不少重点高中来联系他，他拿不定主意来问我。我们窝在屋子里看了半天，最后还是放弃了。都好吗？到时候咱考上哪里去哪里。他抿了抿嘴问我：“那我是不是不能经常来看你了？”或许因为从小缺爱，他有点粘人。这里只是一个小县城，如果要读厉害的高中，就要去很远地方。但我也早就把阿武当作自己的小孩了，最后只说没关系，我会陪你的，也当作是为了自己。我也想出去闯出一番事业，正好还能陪陪他。后来我收拾包袱离开这里，再也没见过江燕白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《真情人间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